果说苏超是一场城市个性的群像展演，那么扬州无疑是那位穿着长衫、手执团扇的温文儒雅先生。这座位于江苏中部的古城，自古便有淮左名都、竹溪家畜之称。盐商旧梦、漆器工艺、扬州园林与瘦西湖风月共同构筑起这座城市几百年来的文化风骨。但别以为扬州人只会吟诗作赋，别忘了扬州还是扬州炒饭的发源地。一道看似简单，实则讲究的料理艺术，食材需细，火候要准，手艺得稳。这和扬州人做事的风格如出一辙，看着轻松，其实门道深得很。所以当扬州队走进苏超，他们的风格也和城市一脉相承，讲究细腻，斯文中带着一股暗劲。他们也许不抢话语权，不抡膀子对抗，不靠段子刷屏，但你要是小瞧了他们可能就用一个右脚倒扣、左脚射门的操作，把球送进你的球门里。请不要相信胜利就像山坡上的蒲公英一样唾手可得，但是请相信世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，哪怕粉身碎骨。温柔是修养，反击是锋芒。扬州队已经打完了5轮比赛，第一轮扬州2比3镇江，第二轮扬州1比0常州，第三轮扬州1比1泰州，第四轮扬州0比3苏州，第五轮扬州0比2无锡。1胜1平3负，战绩并不出众，但过程充满了故事。尤其是第三轮对阵泰州的比赛，扬州球员在一次助攻中做出了一个极具观赏性的动作，右脚倒科后，左脚凌空抽射破门，动作如行云流水，被网友称作苏超版的 C 罗世界波。那一刻，江南的温柔被狠狠地踢碎，剩下的是摄像机都还没来得及转动的光速进球。而在第5轮对阵无锡的比赛中，虽然比分落后，但扬州球员在防守端表现出了极强的韧性，数次封堵射门，甚至有人在门线上头球解围。我们人都抽筋了，你能想象吗？这就是足球，你怎能不爱足球啊？这支球队并不华丽，却始终保持节奏感，不慌不乱地推进。
有评论调侃扬州踢球像他们做炒饭，火候均匀，粒粒分明，手上不慌。你很难说这支队伍有多强，但你一定会记住这座城市。他们的足球就像他们的性格，慢慢来，不慌不忙，但一旦抓到机会，他就给你狠狠地来一脚。江南人不吼不叫，但该出脚时绝不含糊。如果说南通的主场是一场钢铁丛林的轰鸣，那扬州的主场更像是一场灯光配乐与细节拉满的文艺复兴秀场。你见过比赛中场休息安排无人机表演的吗？扬州就安排了。在对阵无锡的比赛中场休息时间，夜空中升起了数百架无人机，组成了苏超、扬州主场、欢迎您等图案。现场掌声雷动，连对手球迷都忍不住拿出手机疯狂拍摄。而在对阵泰州的那场比赛中，场上球员还没开踢，球场上空先飞过了数架低空民航客机，引发全场惊呼。确实就正好路过足球场那个空域，也是我们日常的训练空域。今天纯粹是碰巧了。我是扬州人，也希望正好借这个为我们扬州队加油。当天我们飞行的高度是400米，我从飞机上往下看，发现苏超的观众真的很多，大家的体育热情很高。弹幕评论：这是在踢球还是在拍好莱坞特效？更绝的是，一位网友家就住在扬州主场球场旁边的27楼，阳台正对着球场的中心。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，吹着空调看苏超 ，VVIP 席位在我家。这段视频迅速火遍全网，大家纷纷调侃，只有扬州人才懂得什么叫生活美学与足球并存。相比其他主场的摇旗呐喊新氛围，扬州主场更像是观演厅。球迷不怎么喊口号，却会整齐鼓掌，不跳不吼，但举止有礼，气质温润。有网友调侃，看扬州主场就像逛园林，赏球顺便看无人机。别的地方踢的是足球，扬州踢的是诗词大会加表演艺术节。这就是扬州，苏超里最讲究仪式感的主场。但别被表象骗了，这些在看台上优雅微笑的市民，一旦看到扬州进球，立马就从文人变成了鼓手，嗓子喊哑也不愿放过每一秒的激动。他们或许不会喊上啊杀他，但一定会用最细腻的方式支持球队。因为在扬州，足球不只是输赢，它是文化的延伸，是城市温柔中的一种爆发力。扬州这支队伍不靠对抗，不靠吼声，甚至不靠压迫式的战术出圈，反而是被网友们贴上了江南公子哥踢球的独特人设。网友们调侃，扬州踢球靠心眼，靠风度，靠飞行器。别人带啦啦队，他们带无人机。别的球队踢的是力量，扬州踢的是气质。尤其是那次右脚倒科，左脚抽射的进球，有人形容这不是足球，是诗意动作的展览。再配上主场的无人机表演，飞机飞跃，阳台 VVIP， 网友合成段子。扬州主场简直像古代科举现场，球员是进士，球迷是贡院的观众。更夸张的还有，这不是踢球，是开诗社。扬州球员不是控球，是直算听雨。然而，所有的段子背后其实都藏着一份尊重。
因为这支被称作文弱公子的球队，每一脚的传球都讲究角度、重心、节奏，每一次的反击都像有文化修养的回礼。苏超有了扬州，才知道什么叫风雅与对抗可以并存。在苏超这场城市的集体出境中，扬州的气质确实太特别了。它没有苏南的工业体量，也没有徐州、南通那样的地缘的号召力。作为一座文化型地级市，扬州总被挂在名气很大、地位尴尬的标签上，常年在江苏省内排序中游，不靠前，不太差，不显山露水，也从不出大乱子。这份温吞水般的存在感，也让扬州在苏超初期很难成为流量的核心。你能说他踢得不好吗？也不算。你能说他有梗吗？也不算多。很多时候，他就像一个文质彬彬的邻家大哥，衣冠整洁，说话柔和，礼数得体，但在热血的擂台上不够突出。表现的话，整体来说，我们是从第一场晋江到现在，我个人感觉，越来越好吧。因为说实话，从一开始的纯防守到现在有进攻。这支队伍踢球才更像是对偏见的回应。我们不是不上热搜，而是懒得争吵；我们不是没有热血，而是把它藏在了传控里。苏超是江苏13城的对话舞台，扬州不是抢麦的那一位，但当灯光扫过，他们也愿意挺直脊梁，大声说我们也在。他们不想被定义为过去的辉煌，更不想永远被定义成风雅的旧梦。足球对于扬州来说是一次去符号化的重新亮相，是一次从诗词歌赋中杀入汗水泥泞的努力，是一次从瘦马轻球的人设里踢出一脚反击现实的怒吼。每一支球队都在苏超找到自己的定位，南通代表系统化青训与狼性的夺冠，常州靠愉悦热血与地摊烧烤出圈，南京有段子，徐州有地缘，连云港有猴子，而扬州不靠猴，不靠砸，不靠热搜，也不靠段子，它靠的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文化底气，一种沉默中踢出的凌厉之脚，一种即使你不关注我，我也会踢好每一场的坚定。苏超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城市人格展演，它不只是在比拼脚法与战术，更是让一座城市的气质被看见、被喜欢、被记住。在这个语速越来越快、段子越来越密的时代，扬州像一个老派讲究的人，用最不喧哗的方式走到镜头前。他们没有誓言，没有鼓噪，甚至不抢戏，但他们在悄悄地告诉我们，温柔也可以成为战术，节奏慢不代表不想赢，不抢话筒也能赢得掌声。在苏超这片热血的绿茵场上，扬州或许不是最能出圈的城市，却是最值得回味的一个章节。他们不是光靠梗，也不靠对抗取胜，他们用节制的传球、优雅的跑位、文化的气质，证明了足球可以很江南。当别的球队在喊打他脚裸，扬州可能在研究传控节奏的重心；当别的球迷在摇旗呐喊，扬州的观众或许在阳台轻轻鼓掌。可就是这样的他们，依然在每一次被低估中反杀对手，在一次次被边缘化的轮次中站到了舞台中央。他们不喊口号，却步步为营；他们不抢 C 位，却让人记住；他们不以暴制胜，却赢得尊重。就像那句老话，君子长气于身，待时而动。
苏超是一场足球联赛，也是一场城市的风格大赏，而扬州是其中最别致的一页。风不扬，名确立，声不张，鼓犹在。他们没有大声宣布自己是谁，但我们记得扬州是那个穿着长衫踢球，用炒饭节奏反击的温柔硬汉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是趣味不正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